幸福是很难衡量的，但联合国的一项倡议一直在试图找到衡量幸福的办法。自2012年以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每年都会发布世界幸福报告。该报告研究幸福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鼓励世界各国应更加重视幸福指数。每个联合国成员国大约有1000人对他们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分，从0到10。而研究人员则从6个方面收集数据：人均 GDP、预期寿命、社会支持、对腐败的看法、选择生活的自由度、捐赠。2022年世界幸福报告已经发布，报告数据基于2019至2023年的数据平均值，虽然结果遵循了以前的趋势，但由于新冠肺炎，这份名单更加有趣。该报告特别关注评估不同政府在大流行之前、期间和之后如何保持公民的幸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2022年世界最幸福的10个国家名单。新西兰是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个岛国，位于澳大利亚以东约2000公里处，横跨塔斯曼海，由2个主要陆地北岛和南岛以及700多个较小的岛屿组成，面积为268021平方公里，是第6大岛国。截至2022年，人口为512万。该国多变的地形和陡峭的山峰，包括南阿尔卑斯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构造隆升和火山爆发。新西兰的首都是惠灵顿，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奥克兰。新西兰风景优美，气候宜人，遍布旅游胜地。据传新西兰的英文名称 New Zealand 就是源自于欧洲最适宜居住的丹麦西兰岛。当时发现新西兰的水手就用新的西兰岛表示新西兰的优美与宜人。新西兰国内自然资源丰富，民众生活品质高，是为数不多的南半球发达国家，亦常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中名列前茅，曾在2010年位列第3， 2019年位列第14。新西兰是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巩固了其在前10名中的位置。以色列国，通称以色列，位于亚洲西部，东接约旦，南连亚喀巴湾，西南部与埃及为邻，西濒地中海，北与黎巴嫩接壤，是亚非欧3大洲结合处，面积22072平方公里，截至2022年，人口为950万。特拉维夫是该国的经济和技术中心，首都为耶路撒冷，但未获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以色列是代议民主制国家，采用议会制、比例代表制和普遍选举制，总理为政府首脑，议会为立法机关。以色列是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2022年其名义 GDP 排名世界第28。该国教育水平和公民高等教育比例为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生活水平为中东最高和亚洲第4，人口预期寿命亦居世界前列。在去年获得第12名之后，以色列终于在2022年闯入前10名。在新冠肺炎期间，政府赢得了更多的公民信任，亦是第一批成功为大部分人口接种疫苗的国家之一。以色列与饮食相关的死亡人数为全球最少。挪威王国，通称挪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与瑞典和芬兰接壤，西临大西洋，领土也包括斯瓦尔巴群岛和养马岩岛，对南极洲的毛德皇后地和彼得一世岛有主权要求。面积为385207平方公里，截至2022年，人口为542万。挪威的海岸线及其蜿蜒曲折，构成了特有的峡湾景色，拥有欧洲最深、最美丽的湖泊，包括奥斯陆以北约100公里的米约萨湖。挪威的首都和最大城市是奥斯陆。2009至2011年、2013至2018年均获得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第1名。挪威为高度已开发国家，拥有极高的人均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单上，挪威的人均收入位居世界第4，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价值1万亿美元。2001至2006年期间，以及2009年以来，挪威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均位于世界第1。目前，在经合组织的美好生活指数、公共诚信指数、自由指数和民主指数，以及2017年世界幸福报告中均排名第1。挪威也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挪威有良好的政府福利体系和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措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是一个高度发达国家。政府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率，公民对政府也有很高的信任度。瑞典王国，通称瑞典，是一个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西邻挪威，东北与芬兰接壤，西南濒临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东边为波罗的海与波迪尼亚湾，与丹麦、德国、波兰、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隔海相望，国土西南端透过厄勒海峡大桥与丹麦相连。面积为45.295万平方公里，为北欧第1大国家。截至2022年，人口为1048万。87%的人口居住在只占国土面积1.5%的城市里，64%的国土由森林覆盖。人口密度低，每平方公里仅25人，只有都会地区人口密度较高。首都和最大城市是斯德哥尔摩。瑞典是一个现代、自由与民主的高度已开发国家，其公民享有高品质的生活，政府亦非常注重环保。瑞典维持北欧社会福利体系，为其公民提供全民医疗保障和高等教育。人均收入位居世界第12位，在生活质量、健康、教育等方面名列前茅，公民自由，经济竞争力强，收入平等，性别平等。瑞典于1995年1月1日加入欧盟，但在全民公决后拒绝加入欧元区，是联合国、北欧理事会、欧洲委员会、世贸组织和经合组织的成员国。瑞典在所有北欧国家中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死亡人数最多，这可能是其今年从第6位跌至第7位的原因。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这要归功于其人均 GDP 较高。瑞典的教育系统强调社会平等，以及强调工作与生活平衡。卢森堡大公国，通称卢森堡，是一个位于欧洲的内陆国家，被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包围，面积为2586平方公里。截至2022年，人口为64万，外国人占总人口的近1半，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首都为卢森堡市。卢森堡是欧盟成员国，因境内有欧洲法院、欧洲审计院、欧洲投资银行等多个欧盟机构，被称为继布鲁塞尔和史特拉斯堡之后的欧盟第3首都。卢森堡是由立宪君主亨利大公领导的代议制民主国家，是世界上仅存的主权大公国。卢森堡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亦是欧盟、经合组织、联合国、北约和比荷卢经济联盟的创始成员。卢森堡拥有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完善的医疗保障系统。此外，强制性的5周放假时间使公民的工作与生活得到平衡。荷兰是位于欧洲西北部的低地国家，由欧洲区荷兰的12个省份和荷兰加勒比区的波奈岛、圣佑达修斯岛和荷属沙巴岛组成。领土可分为欧洲区与加勒比区2个部分。欧洲区领土位于欧洲西北部，濒临北海，与德国、比利时接壤，并与英国隔海相望。加勒比海区位于美洲加勒比海地区。荷兰面积为41865平方公里，截至2022年，人口为1773万。荷兰也是荷兰王国的主要构成国，与美洲加勒比地区的阿鲁巴、古拉索和荷属圣马丁共同组成荷兰王国。
荷兰最大的3个城市是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与海牙。阿姆斯特丹是宪法确定的正式首都，然而，政府、国王的王宫和大多数外国驻荷兰使馆都位于海牙。此外，国际法庭也设在海牙。鹿特丹港为全世界进出量第8的大型港口。荷兰是欧盟、10国集团、北约、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也是比荷卢联盟的一部分，意在新闻自由、经济自由、人类发展和生活质量，以及幸福指数等国际指数排名中名列前茅。2011年，荷兰的人均收入位列世界第10。2013年，在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中位列世界第4，显示了这个国家人民的高品质生活。2013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根据与教育福祉、安全和健康相关的多项指标，将荷兰儿童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儿童。瑞士联邦，简称瑞士，为中欧国家，由26个州组成，北靠德国，西邻法国，南接意大利，东邻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面积41285平方公里。截至2022年，人口为863万。瑞士为典型的分权自治型联邦委员会制国家，组成联邦的各州拥有广泛的地方自治权。而且瑞士的国家元首为瑞士联邦委员会全体成员，并非联邦主席或其他特定的人。伯尔尼是联邦政府所在地兼事实上的首都，日内瓦、苏黎世也是该国的重要城市，并且是多个国际组织的总部驻地。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瑞士拥有最高的人均名义财富和第8高的人均 GDP。瑞士在一些国际指标上排名很高，包括经济竞争力和人类发展指数。就生活质量而言，苏黎世、日内瓦和巴塞尔等城市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生活成本也是世界最高的。世界经济论坛将其列为全球第5大竞争力国家。瑞士是一个所有事情都经过投票的国家，从工人应该有多少假期到应该允许多少移民进入该国，每年都会举行多次到地方1级的公投。这种直接民主制度意味着瑞士公民在其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参与感。众所周知，瑞士人与世隔绝，初次来访的人可能会感到反感，但有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由一种信念维系在一起，即每个声音都很重要，大大增强了公民的满足感。冰岛，国名直译为冰封之岛，是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被视为北欧5国之一，也是欧洲人口最稀少的国家。冰岛国土面积为 10.3 万平方公里，人口为36万，尽管面积不大，却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冰岛的首都是雷克雅未克，也是冰岛的最大城市。首都附近的西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2/3，即24万人左右。冰岛地处大西洋中洋脊上，是一个多火山、地质活动频繁的国家，其中央火山高原几乎不断喷发。内陆主要是平原地貌，境内多分布沙质地、冷却的熔岩平原和冰川。冰岛虽然位于北极圈边缘，但有北大西洋暖流，所以气温适中。冰岛维持着一个北欧社会福利体系，为其公民提供全民医疗保障和高等教育。冰岛在民主和平等指数方面名列前茅，按成人人均财富中值计算，位居世界第3。2020年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评为全球第4大发达国家，并在全球和平指数中排名第1。冰岛几乎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在北约成员国中，冰岛人口最少，并且是唯一没有常备军队的国家，仅有海巡部队。冷战时期的冰岛，国防全由美军负责。当今冰岛仍是全球经济最富裕、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且存在极小的贫富差距。丹麦是北欧国家和主权国家丹麦王国下的主要构成国，
面积为42943平方公里，截至2022年，人口为591万。其政体为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民主制，首都在哥本哈根，与丹麦王国架构下的2个构成国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组成丹麦王国，是全球最北端的国家。由于丹麦和挪威、瑞典有着相近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合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是欧洲联盟成员国，亦是北约、北欧理事会、经合组织、欧安组织和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同时也是典型的福利国家，贫富差距极小，为世界高度发达国家。丹麦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创始会员国之一。丹麦现任君主是玛格丽特2世女王，中央政府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负责属地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的部分事务。丹麦是一个生活水平很高的高度发达国家，也是一个致力于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国家。该国在教育、医疗保健、公民自由、民主治理和 LGBT 平等方面的表现处于或接近榜首。芬兰共和国，通称芬兰，是位于欧洲北部的国家，也是北欧5国之一。芬兰西北方连接瑞典，北邻挪威，东面与俄罗斯接壤，西面被波迪尼亚湾环绕，西南面是波罗的海，南部为芬兰湾。国土由芬兰本土及 17.9 万多座岛屿所组成，分为19个行政区，含309个市镇，总面积为338455平方公里。截至2022年，人口为555万。赫尔辛基是首都和最大城市。芬兰含有湖泊约 18.8 万个，因此拥有千湖之国的美称。官方语言为芬兰语及瑞典语，而瑞典语主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奥兰群岛使用。芬兰是世界高度的发达国家和福利国家，国民享有极高的生活品质。芬兰在教育、经济竞争力、新闻自由、公民自由、生活质量和人类发展指数等国际排名中均名列前茅。2015年，在人力资本指数排名中位列第1，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排名第2。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幸福报告中，芬兰在2018至2022年连续5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接收通知。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所带给您的知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